小菊研究民间视角，独立研判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菊。今天聚焦2025年秋冬甲型 H3N2 流感疫情，一场强度创近4年新高的呼吸道感染高峰及其背后的公共卫生与产业逻辑。监测数据显示，第44周全国流感病毒阳性率达 17.5%， 为年内最高，其中 H3N2 亚型占比超 95%。北方少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比升至 5.1%， 显著高于过去3年同期。疫情正处于快速上行通道，按6至10周流行周期推演，高峰预计落在12月中下旬至明年1月初。驱动因素明确3点：其一，毒株更替，2024年以 H1N1 为主，今年 H3N2 突变为绝对主导，人群免疫落差扩大；其二，气候提前转冷，叠加国际人员流动恢复；其三，全年龄段疫苗接种率仍低于 4%， 免疫屏障薄弱，防控层面、检测、疫苗、治疗3环节同步承压，多联检试剂需求激增。2025年上市，疫苗虽匹配 H3N2， 但批签发前置不足，渠道库存仅约2个月，低于 3.5个月的安全线。部分毒株对奥司他韦耐药性上升，推动马巴洛沙韦等新药使用。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响应，检测企业产能集中释放，多联检毛利率有望提升3到5个百分点。疫苗，原料药厂商排产环比上调 15% 至 20%， 若需求超预期，存在阶段性提价可能，净丙批签发同比增 27%， 价格止跌回升。政策端意在强化支撑，中央财政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同比增 12.3%。新版医保目录明年起纳入儿童剂型抗病毒药，国家拟将流感纳入及突发公卫响应管理，提升应急调配能力。综合研判，2025到2026流感季或为2019年以来最强大年，短期弹性看检测与疫苗，中期逻辑转向常备化带来的估值重塑，长期则寄望 mRNA 疫苗、广谱抗体等创新突破。研究提示，关注批签发放量、多联检渗透率提升以及净丙与药房渠道的边际改善信号。